走呀！啊，对，各位好。之前不是有观众留言说我的那个外拍的节目，你怎么不用 Neo 去拍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来用 Neo 拍一次啊。其实道理很简单嘛，你看我那个上次外拍的那个选的那个地方，其实我的旁边就是一条公路，车流不断。你说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去拿一个 Neo 去拍，就算我是一个社牛，那也太危险了吧？我估计这样也有可能会引人投诉的啊，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。虽然是一个掌上型的，几乎不能称之为是飞机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这么认为，不代表别人这么认为，对吧？但是这就类似于什么呢？我个人不喜欢狗，但是我早年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，就是有些小孩子怕狗，然后一些养那种特别是大的狗，很大的那种狗，出来遛的时候，就有那个小孩子的家长说呀，你这个狗要一伤害到我小孩子怎么办？然后那个养狗的人，因为他养狗大概率上应该是有点懂狗的吧，然后就在那反驳说，你这么说就是完全不懂啊，这越是这样大的狗，它越是不伤人的，性格又是温和的。然后当时我看了之后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笑啊，因为你凭什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懂狗？那我就算知道它不伤人，你那么大个头，我又陌生，我害怕，难道这个不行吗？我没有免除恐惧的权利吗？更何况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所以其实我飞无人机，我自己是社恐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一方面啊。但是我觉得从就是替他人着想的这个角度来讲，也应该去尽量的避免引起他人的不适。所以说，哎，你看这个跟踪还是不行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天呢就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场地，空旷的且目视范围之内没有人，而且足够大，都是草地，然后安全的范围，其实就是我小孩的幼儿园的大操场，它应该是两三家学校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草坪啊。那现在因为刚送来嘛，所以是早上，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在外面玩，这整个操场呢就是开放的。当然，这边的学校不像国内就是像监狱一样严防死守。你看我现在要转弯了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转过来，来转弯啊，好了，转不过来，他就变成了背后跟随了，这个只能再剪辑一下了。嗯，那我这样转，我要往那边走。好，好，还是蛮有趣味性的啊。那这一段我就不剪了，今天忘了带太阳镜，好刺眼啊。说一下这个 Neo 啊，Neo 其实当时我开箱的时候跟大家分享，我想的是挺好的，但是呢，其实按照我的那个设想啊，落地的时候我发现只能实现个40%左右。刚才大家那个转弯的例子也看到了啊，因为 Neo 的最强大的方式是在你的后面跟拍，它并不是在你前面，因为它是没有后避障的。你想像这个飞机往后倒退着飞，它又没有后避障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但是它在我后脑勺跟我，它是有前方视觉避障的，那是不会撞树啊什么的。所以它的强项是这个，而且大家也看到了，刚才在我转弯的时候，一个90度转弯的时候，其实它很难判断，有的时候也会突然的去纠正一个路线啊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啊，期待科技的继续的进步。还有一方面，你看我现在明明在直走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又转到我旁边去了，又变成后部跟随了。它特别后部跟随是它的舒适区。唉，难道我要这样录节目吗？那我看不到后面来，好吧？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啊，就是它的这个领夹麦啊，DJI Mac 2，
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跟我的飞行器进行配对的，它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机作为媒介，手机连到飞行器连到手机上，然后我的麦连到手机上，然后呢在导出这个素材的时候再合成。我不是也分享了，其实我刚买的第一个固件版本之后，它合成的时候还出现了音画不同步的问题啊。那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，软件界面都给我提示说，如果你要用麦克风收音，一定要保证手机的屏幕常亮。我的天啊，你们能想象吗？我如果要实现这样的一种拍摄，我要有3个手，一个手拿麦，一个手拿手机，一个手拿飞机。虽然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样子还好，这飞机飞起来了，麦在我的领夹上夹着，我只要拿个手机就好了。但如果我还是要这么端着一个手机的话，我不太理解它跟我拿这个自拍杆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今天的背包里也带了自拍杆。顺便提一句，我又忘了带我的维尼。好吧，我尝试一下能不能转过来。就是我如果这样原地绕圈，我还是想对着太阳走。来，往后退，还不错啊。我本来想这个后期剪辑一下，但是就这样吧，大家也可以通过一镜不减来去，这是一种评测嘛，来看一看这个小飞行器到底怎么样哈。当然这个固件更新之后，我希望它会越来越好哈。但后避障这个是硬件，大家就别想了。我仍然觉得玩这种能起飞的东西，你是需要有一个大环境的。实话实说，在国内的一线城市，我不太觉得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环境，除非你就住在一个大公园旁边。那即便是大公园旁边，你也很难找到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片草地。我可以给大家转一圈看一看，这么大的一片草地，然后你目测范围内是没有人的，只要你时间点找得对，是吧？那这个其实是蛮困难的。如果你能够比较方便的在你住的附近有这么一个场地，那我觉得你用这个飞行器去玩一玩还是可以的。早年我也是 Mavic 的第一批用户，也玩过那种超视距的飞行，好玩是好玩，但是现在禁飞区越来越多，无人机越来越备受瞩目，特别是天津机场那个事情发生过以后，我觉得如果我在国内都不敢飞了。当然我在国内不飞的原因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在飞机之后，我们家又来了2个孩子啊，一前一后，所以这个就吃灰吃下来了嘛。特别是孩子比较小嘛，我知道大一点应该会好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买这个 Neo 又买了这种飞行器的设备啊，所以我也强调我压根没把它当成一个飞行器。但是呢，同样的道理，就像我跟大家去聊 Apple 的产品是一样，如果你在厂家设定的用户体验的范围之内去使用它的产品，那你还是会收到蛮不错的体验的。比如说它的机身上内置的6个直接掌上起飞不用手机操控的这种飞行模式，那我觉得那个就很好，我试了很多次都很好。等一会儿给大家试一下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问题是，它比较适合拍一些旅游的画面啊，家里一起玩的画面啊。你看他又要从旁边和后面跟随。它这个重点是它没有声音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收声它是一定要通过手机作为媒介的。所以你拍一些那种配上背景音乐，大家很欢快的在一个任何的什么地方去玩，那个是很棒，那个体验绝对我觉得是无可比拟，可以这么说，无可比拟。但是我这种需求算是我自己开发的，我想象的另类需求，这个应该不是最一开始厂商设计的。但是我昨天又看了一下 Neo 的官方宣传，大疆的官方主页上是怎么介绍 Neo 的。他介绍的是一个什么 Vlog 无人机 Vlog， 好了，又到后面去了。嘿 Vlog 无人机你就拍这种默片，然后只会围着我转圈，怎么就叫 Vlog 无人机对吧？所以但是我觉得在科技行业我算是那种喜欢尝鲜和吃螃蟹的人，所以我愿意承受这
有这样的概念，但是又是第一代产品，它有一些瑕疵。顺便提一下，我之前跟大疆的客服聊天，他说给我联系工程师去帮我问那个时区不对和音画不同步的问题，我留了邮箱地址让他们回给我，现在过了3天了，没有回复。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还是没有。No， 不能怪大疆，其实大疆早在2天之前就已经回复了我的邮件，原因是因为他在我的垃圾邮箱里躺了2天。我拍完那段视频回到家之后才发现，所以那段不能播。本来想跟大家聊一些话题，但是飞机一起飞就不由自主的想聊飞机，也就把想聊什么话题就忘了，所以我一看了一下时间10分钟，那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聊飞机的话题好了。然后呢，刚才提到了它自带的一些方式还是不错的，那我也尝试着给大家拍一下飞机自带的这些方式，但是没有声音，我也会尝试着做一些剪辑，然后后期给各位配一点音乐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评测已经烂了，但是你就当放在我这个视频的背后去看一看吧，毕竟是我拍的，对吧？